大家好，我是法山。今年春節檔呢，我要非常真誠也非常認真的給大家推薦一部電影《第20條》。為什麼呢？因為從故事層面它很好看，從法律層面它很專業，從細節層面它很值得推敲。講真啊，看完以後走出電影院呢，我是長嘆了一聲的。可以這麼說，這一定會是一部在上映後會進入法學院校的老師們推薦必看的電影片單。此前這個片單裡的電影呢，大多是國外作品。如今呢，總算能有一部國產法律電影能位列其中了。對此啊，作為一名法律人，我真的是極為開心的。當然，不僅於此，我也想把這部電影推薦給每一個人，因為它能激起我們每個人對正義與法律關係的深思。所以啊，請理解我對本電影多有誇獎，因為我們等這樣一部國產作品太久了。所以接下來我將從以下3個關鍵詞出發，為大家介紹這部電影，分別是背景、專業與真實。首先是關於這部電影的法律背景，片名呢是第20條，顧名思義啊，講的是刑法第20條正當防衛，一條和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的條款。簡單來說啊，第20條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權利啊，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就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其中啊，對正在進行殺人、搶劫、強姦、綁架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啊，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就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值得注意的是啊，很多人會將它跟見義勇為混淆。見義勇為呢，並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只有超越法定職責或不具備法律約定的救助義務外，才構成見義勇為。但見義勇為呢，又是一個頻繁的跟正當防衛綁定出現的詞彙，就導致很多人都出現了誤會。而本電影呢，則是圍繞着正當防衛條款進行了3線敘事，分別是村霸放高利貸加姦人妻子被反殺案、校園見義勇為反霸凌案，以及公交司機路見不平被判故意傷害罪一案。通過3個也許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甚至身上的故事十分詳細地描述了正當防衛條款的各種適用場景。這條法律為什麼要這麼設置？為什麼又必須要做出改變？同時這3個案例呢，又都與雷佳音飾演的檢察官韓明息息相關，並最終推動了韓明辦案思維的轉變。而關於第20條說實話，雖然字數很多，每個法律人也都知道，但正當防衛這4個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稱為僵屍條款。什麼意思呢？就是它幾乎從未被激活過。所以法學界呢，總有無奈調侃說正當防衛像極了愛情，大家都聽說過，但卻好像從來沒有真正見到過。很多大家樸素思維裡的構成正當防衛的行為最終往往都會以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頂不天給你定個過失致人死亡罪完事兒。你想要以正當防衛為由主張不負刑事責任，不能說完全不可能，只能說比登天還難。比如此前的山東乳母案，2016年被告人於歡在母親受辱的情況下持刀反殺，致1死1重傷2輕傷。案件呢1審，於歡就被判無期。經報道後引發激烈討論，但最終呢，於歡在2審依舊以防衛過當為由以故意傷害罪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正當防衛呢在被激活，但卻沒有完全被激活。為什麼呢？因為背後一個司法邏輯是在那個時期，我國在正當防衛的判定上不鼓勵私利救濟，而從法理的角度來講，體現的是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對法律價值的選擇是秩序大於正義。學過法理的朋友都知道，法有3大價值：自由、正義與秩序。從法的正義價值出發，國家權力的存在應以其對個人權利的保護為基礎。個人權利被侵害時呢，就應該得到國家的公利救濟。如果國家無法以公利救濟保護被侵害的權利時，個人就有權自行保護該權利，其中呢就包括正當防衛。而從法的秩序價值出發，法的秩序性本質上來講是要求一種穩定統一的救濟方式，因此呢，它天然對私利救濟就進行排斥。而由於在彼時我國社會剛從相對混亂的局面中恢復，因此呢，法律優先追求秩序，也是符合彼时的需求的。而隨着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這條法律在持續發揮作用的同時，其局限性也開始被人們所討論。終於，這一切因為一個男人得到了改變。這個男人叫昆山龍哥。是的，2018年那個男人出現了。大金鏈子小手錶，1天3頓小燒烤，文龍畫虎我龍哥，持刀砍人話不多。2018年8月27日江蘇昆山正川路一輛寶馬車就越線非機動車道，與一名騎車男子於海明就發生了糾紛。寶馬車上的一名紋身男劉某就下車與於海明發生了肢體衝突，隨後呢就從車內拿出刀砍人。衝突中车掉到地上就被于海明撿起，劉某呢就反被追砍致死。
9月1日呢，昆山市公安局和檢察院就相繼發布通告，蓋棺定論，認定俞海明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依法撤銷案件。這次昆山反殺案則在於歡案的基礎上，再次將正當防衛的適用進行了強化，並且它也在實實在在地推動着立法的進步。2018年12月20日，最高檢呢就發布了第12批指導案例，明確了正當防衛的界限標準，為司法機關適用正當防衛呢提供了指南。昆山反殺案就名列其中。然後20年8月28日，兩告一部呢就發布了關於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強調呢對於符合正當防衛成立條件的，就堅決依法認定，要切實防止誰能鬧誰有理誰死傷誰有理的錯誤做法，堅決捍衛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法治精神。然後呢，我們也能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判例在適用和支持正当防衛，正当防衛条款呢開始愈發堂堂正正，不再躺在刑法裡睡大覺。天不生龍哥，正當防衛萬古如長夜。多的不說，朋友們在彈幕裡走一波，龍哥走好，衷心感謝他為中國法治做出了貢獻，好吧？電影中的正當防衛案件呢，也與之有類似的描述。為什麼一把看上去可有可無的刀，反倒成了決定整個案件走向的最關鍵的點呢？因為它代表着不法之徒對於正常人的威脅，是一種生命上的威脅。電影通過這些告訴我們，以後黑惡勢力如果還要仗勢欺人，那就得小心點。不過我也要鄭重提醒大家，雖然正當防衛條款被激活，但在現實司法適用中它依舊非常嚴格。且如果你明確確實的超過了必要的限度，超出了必要的範圍，於情於理於法，也將都是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在遇到不法侵害時要注意尺度，注意分寸，不然呢，你們就很有可能要找我了。在明白背景以後你就會發現這部電影呢拍得非常的專業。這份專業呢，既體現在理論，也體現在實際。比如說在理論上，韓明就着監控錄像給見義勇為的公交司機施法那段就非常的精髓。他把司機呢行為分為3段，高聲喝止的是正當防衛，扭打在一起的是互毆，最後拿器械砸人頭時是故意傷害。他講那段的時候我想很多法學生的 DNA 應該都動了，這不就是刑法老師在講課嗎？而在此前的辦案思路中公訴人確實也會非常細緻的根據當事人行為的變化來認定其行為的性質。而在實際上，這部電影的描寫就更妙了。比如說派出所所長說這個案子在單位掛上號了，這種黑話就很地道。掛上號就意味着案子已經立了，案子立了就得破案，就得有個明確的結果，想撤案就沒有那麼簡單。這部電影呢，居然把這部分都展示出來了，這是我沒想到的。講真我一開始呢對本片在法律專業層面其實是抱有悲觀預期的，結果沒想到片子拍得這麼地道，且將專業性和故事性呢結合得這麼好，不愧是張藝謀可見主創團隊做足了功課。最後呢，這篇給我印象更深的是真實。什麼是真正的真實呢？真正的真實不是你說幾句別人不敢說或者認為不宜說的話就是真實，就是 real。這樣的 real 是膚淺、幼稚、自以為是。真正的真實是你將這個社會運行的真正邏輯準確形象地表達出來，這樣的真實值得玩味，才可稱之為藝術。這部片子裡呢有2個片段給我極深的印象。第一段是檢察院是怎麼解決問題的。當有人聚眾到檢察院門口鬧的時候，先硬剛指責其涉嫌違法，見來硬的沒用，有些騎虎難下。韓明一說司法救助，領導馬上就救坡下驢。此後呢，儘管不符合司法救助的有關規定，卻也還是把錢都給了。這符合規定嗎？似乎有討論的空間。這是誰鬧誰有理嗎？好像也不太好說。但你如果站在檢察院領導的角度，這麼做似乎也就很符合邏輯了。把事情擺平，解決了人民群眾的燃眉之急，這不挺好嗎？包括後續政法委書記下場親自拍胸脯，檢察院呢馬上就說能辦能辦。這些有一定社會經驗的人都會明白，這很真實。還有一份真實是在蔣奇明飾演的律師上。講真這個律師角色呢，我個人認為刻畫得非常妙，因為這個本子完全把這個律師身上的精明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了。比如說在和當事人一起與檢察院對峙的時候，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不該說話，他拿捏得極其到位。既在當事人面前呢盡了律師的職，作為本地律師又不至於得罪檢察院，分寸拿捏的就很得當。再比如說律師和檢察官，尤其是在涉身同一個案子的时候，私下交流是非常敏感的。但律師呢在和韓明打交道的时候，一是主動幫忙，卻沒有提出任何過分的要求，在和韓明單獨談話時還強調沒有監控和錄音，分寸和尺度也拿捏得極為到位。要不是馬麗飾演的李茂娟在此後的酒席上一通大鬧，這韓檢察官還真就不知不覺中欠律師一個人情了。
這些細節沒有現實層面的經驗，肯定表達不出來。是的，在陌生交往中，切忌目的性太强，在人情世故中，欠人情比欠什麼都難辦。能把這種人情世故拍得如此精妙的，不得不說腦眸子是真的老了。是的，這些都是這個世界真實的規則。人都是動物，動物世界趨利避害，弱肉強食，叢林法則自有它的殘酷與露骨，但從來如此便對嗎？這部電影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在於三個案件都展示了一種生活中最極端的情況。公交司机见义勇為坐牢了，讀書的學生路見不平後被逼着道歉，正義得不到伸张，只能以死來擺脫。你會發現電影中的這些極端情況不僅讓人同情，還都有着如此深刻而自然的現實邏輯。正當防衛條款以前沒啟動有没啟動的理由，可隨着社會的變化，隨着公眾對法正義價值的呼喚聲越來越高，它的激活便應該。有句話是真正的英雄主義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舊熱愛生活。說實話，這在我看來呢有點抖 M，至少對我而言，我無法做到熱愛痛擊我的皮鞭。而這個世界還有一種英雄主義，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後對它 say no， 然後鼓起瘦弱胸膛中昂揚而出的滔天勇氣，為改變這糟糕的世界發出振聾發聵的一吼。這一吼，韓民吼出來了。被现實捶打的低眉順眼的他，被法律專業教育的頗為教條的他，終於在電影最後，在作為一個人最樸素、最本能，也是最珍貴的正義感的召喚下吼出來了。這一吼畫龍點睛，這一吼讓這個實安的世界綻放出了屬於人類的應然的光輝。而我們也真誠希望法律世界多一些像呂玲玲一樣堅守公平正義的人，不能讓千萬次秉公執法積累起來的信任毀於一兩次的不公。畢竟具有爭議的個案天然就具有傳播屬性，人們對法治的信仰大多是從個案來的，而令人信服的個案是每個訴訟參與人帶來的。這是這部電影傳遞積極力量的地方。我們會給電影的這份積極力量各種各樣現實的理由，但我們不能否認這份能力和力量的珍貴。改變世界很難，改变世界需要代價，改变世界更需要勇气。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我是法山。第20條呢是部好電影，在裡面你能看到法律，更能看到世界，推薦大家去看。我們下期再見。